注意看，阿瑟朝着老哥扔出一个破胎器，却是被老哥拒收给弹了回来。第二位阿瑟不服，再次尝试，却是被老哥微微一留，轻松躲开。第三位阿瑟见状，打起100倍精神，却还是慢了一拍。这第4位和第5位就更有意思了，破胎器在手上还没来得及扔，老哥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大佬，居然这么强！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俄亥俄州的阿瑟盯上了这辆路虎发现，示意他靠边停车，接受临时检查。这老哥倒也是个爽快人，一点都不墨迹，叫停就停，表现得十分配合。但当阿瑟下车准备靠近时，老哥的尾灯突然熄灭，直接给阿瑟军训来了一场折返跑。好小子，这跑起路来也是十分果断，一点都不墨迹。虽然经历了一场折返跑，但好在距离较近，起步只慢了5秒，所以阿瑟并没有落后老哥多少，但他似乎有些高兴得太早。才刚刚热完身的老哥只是一发力，便很快从阿瑟的视线之中消失。雷达显示，老哥消失时车速已经突破了20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车速在阿瑟看来早已见怪不怪，但路上这么多 NPC， 他还能开得如此之快，可见这老哥确实是相当厉害。作为 SUV 有这能耐，也难怪路虎这么多人喜爱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2020款的路虎发现，这辆车搭载 3.0T 机械增压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40，100公里加速不到7秒，最高车速22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速度让阿瑟有些心安，因为两车的极速差不多。阿瑟有氛围灯的加持和队友的支援，所以在硬件条件上要比老哥强上不少。而当穿过层层车流，在前方看见老哥之后，阿瑟更是信心大增。这路虎发现也不怎么样嘛，去叫你家大哥懒子来，他的 5.0 V8 才是道奇充电器的对手。而就当阿瑟好不容易要跟上之时，镜头再次剧烈抖动起来，前方老哥如同开启了空间扭曲一般，在阿瑟将他锁定之前，又一次逃出了他的视野范围。这是什么大佬，居然还有专属技能加持！经常开路虎的大哥都知道，这玩意儿的越野能力是真的强。面对右侧的 VIP 车道，老哥是说上就上，而阿瑟则是担心路况，希望 NPC 能主动靠边让，但没有得到反馈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放眼一望，前方全是路障，哪有半点老哥的模样？想在这条车道上打败路虎，多少是有些膨胀。阿瑟没有想到，仅仅是一次车道的选择失误，居然让自己在接下来的2分钟里都没能看见尾灯。看来前面还是低估了这老哥的实力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家伙，这老哥居然已经触摸到了7星的门槛，难怪阿瑟拼尽全力都无法改变局面。这让本来对自己信心十足的阿瑟瞬间就没有了底气，于是他立刻向前方队友求助。一听说有如此强悍的老哥，队友立刻就来了兴致，纷纷表示自己的防守固若金汤，7星大佬也得交代在这儿。此时已经来到第1位队友埋伏的地方，这位队友表示自己才刚停下，还没有来得及去拿破胎器，老哥就飞了过去。但是他的出现也让老哥认为有埋伏，所以放慢了车速。与此同时，队友告诉阿瑟，他落后的并不多，两车的间隔不到10秒，继续保持下去，要不了一会儿就能跟上老哥。看见了，就在前方，队友并没有骗人，而且老哥的车速比起刚才还慢上了不少。就在阿瑟疑惑之际，老哥突然向右连变2个车道下了高速，这是因为发现有了支援的队友，表示路线已经被预判，所以连忙切换线路。好家伙，这就是大佬的顶尖意识吗？而阿瑟也是抓住这个机会，一个漂移过弯，紧紧的咬住。与此同时，也能看出来，老哥这车虽猛，但毕竟是辆 SUV， 弯道上只能说是差强人意，让阿瑟第一次离老哥这么近。换地图再战，下了高速的老哥一路大开色盲模式，在这条仅有2车道的路上，路虎的块头虽大，但老哥驾驶起来确实显得相当灵活。随着老哥转弯，前方的车道变得越来越窄，在阿瑟看来，这多少是有些瞧不起人了。毕竟 SUV 再强，也没办法和轿车比操控，选择这种多弯的小路，就是对阿瑟的不尊重。好歹也是6星阿瑟，在这里被甩掉了，以后还怎么在6星圈里混？而老哥又怎么会不知道，这条路对他来说没有优势可言？其实他也并没有指望能在这里将阿瑟甩开，他带着阿瑟在这绕圈，很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，让那些早已在高速上做好准备的阿瑟心里没有底，不知改变路线的老哥是否还会回去，甚至有一些人会放弃埋伏，赶到这边来支援。所以这只是一场心理的博弈，为的就是打乱阿瑟们的部署。在老哥的规划当中，从头到尾都不仅仅只是针对这一位阿瑟。都说5星老哥拼八字，6星大佬靠车技，而7星大佬在这些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运营。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而正是在老哥的这一番拉扯之下，很快便有了效果。从前方闪烁的氛围灯就能看出来，已经有不少阿瑟改变了原本的计划，放弃了布置破胎器，赶来支援。
在市区兜了几圈，眼看计划生效，老哥再次回到高速，方向没变，还是和刚才一样。刚才那些被超的 NPC， 现在又要被同样的方式再超一次，只怕是会以为自己穿越了。而再次回到高速的老哥势头比刚才更猛，面对前方的2辆大运，直接钻起了车缝。虽然看似难度不大，但这线路阿 Sa 却是不敢模仿半点。像老哥每天这样开车，务必要和妙界 Z6 软硅胶按摩足浴桶匹配一把，这可是养生路上的好搭子。3段式足底按摩，就像阿 Sa 在脚底追捕，脚一暖，气血一通，手速直接起飞。原来每天泡脚像消息一样轻松，血液循环起飞，手脚不冰，睡眠不醒，连肾都表示这波可以。35到48度恒温，再也不用蹲着试水温，加高筒身，小腿全泡进去，这波操作舒服。3段式足底按摩，模拟人手触感，来回顶揉脚底穴，淤堵的经络被打通，再丢个药包进去，涌泉活水一冲，加0秒变 SPA 管。我现在每晚泡个10几分钟，不仅睡得香，还能提升免疫力。泡完也不用抬起来倒，排水口一开就完事儿，安全也到位。创新升级的 UV 管路杀菌，细菌无处藏，一家人轮流泡也不慌。现在评论领专属券，直接抵价入手，送运费险，还额外加60袋泡脚药包，1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2年质保，自用送礼都合适。只是一个交手便看出了2人的差距。而就在这时，前方氛围灯闪烁，虽然老哥一顿拉扯，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埋伏的命运。但好在他车技了得，轻轻一扭便躲开了破胎器，把这个被扎的机会留给了身后的 NPC， 接着便趁势加速，2个大幅度的变道超过一众车流。而他的这个横切吓得半挂连忙减速，也间接性的对阿 Sa 造成了影响。只是这一波操作便再次拉开了数百米的距离，而已经被超过一次的 NPC 也有了经验，看见路虎一马当先，连忙主动靠边，简直是熟练的叫人心疼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破胎器是最好的选择，而偏偏破胎器又是俄亥俄州最擅长的，所以当老哥才刚完成一个极限超车，赫然发现脸上又站着一位阿 Sa， 这个破胎器精准的砸中了老哥的车，又弹回了路边的草地里。要说这 NPC 真该谢谢老哥，不然这么近的距离他根本没有机会躲避。而老哥的危机并没有解除，才刚脱离了黄金的坑，又掉进了 CSGO 饰品的局。不过老哥的技术实在了得，这连续几次的埋伏都被他轻松化解。破胎器这玩意儿就如同暗箭一般，躲开一个可以说是运气好，但连续躲开3、5个可不是光靠运气能做到的。而战斗到此时，2人已经拉扯了10分钟，但局面却是像刚刚开始一般。在调整了一下状态，对前方进行观察后，发现没有了埋伏的老哥便再次发力。既然运营没有取得圆满的成功，那老哥也略懂一些车技，一个生猛的变道横切，宛如是在漂移。这 VIP 车道此刻变成了老哥的专属通道，纵使有氛围灯的加持，阿 Sa 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。而眼看前方的车道变得愈发密集，纵使百般不愿意，阿 Sa 也是硬着头皮去到了最右侧。而正是这短短几秒钟的犹豫，让原本没有落后多少的阿 Sa 眼睁睁地看着老哥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。在匝道口等候多时的队友也因预判失误彻底出局。此时的车流比起刚才只多不少，再加上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，能见度的降低给阿 Sa 增加了不少难度。好在短时间里这条路并没有出口，阿 Sa 又呼叫了队友在前方继续等候，这才让阿 Sa 抱有一丝希望，不至于当场下班。而看着前方不断主动让道的 NPC， 有氛围灯加持的阿 Sa 都开得如此艰难，很难想象这老哥一路是怎么超过去的。只能说七星大佬的实力已非常人能理解。而就在此时，前方的半挂在超车时挡住了左侧车道，磨蹭了许久都没能让开，这让本就落后的阿 Sa 变得更加无奈。而当2辆车好不容易让开时，又刚好挡住了右侧匝道的视线，这是离老哥最近的出口，也是他最有可能会选择的路线。阿 Sa 虽然知道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。尽管阿 Sa 还没有放弃，但这一整支小队都已经彻底失去了老哥的踪迹。尽管此时前方仍旧有队友手持破胎器，但他们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。没想到面对一队阿 Sa， 老哥还能走得如此轻易，叫人不得不佩服七星大佬的实力。在这个最擅长使用破胎器的州，老哥硬刚他们最擅长的方式，将他们全部化解，可谓是虾仁诛心。而和队友沟通得知，他们在这里站了许久，根本就没有看见老哥过来，所以最大的概率还是从刚才那个匝道下了高速。算了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到点我就要下班。七星大佬非一人之力能匹敌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交给天意。
看到这里你怎么还没有划走？是在等反转吗？那就恭喜有看完节目这个好习惯的小伙伴。在下班的路上，阿 Sir 接到总台的通知，说是在市区里面出现了一起车祸，其中有一辆正是白色的路虎发现，让阿 Sir 前去现场进行指认。当阿 Sir 赶到现场时，这里已经有多位队友围得水泄不通，车辆根本进不去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镜头。经过调查发现，这辆车正是刚才溜掉的路虎，它在经过路口时被一位 NPC 给撞到。本来普通的撞击不至于这么严重，但旁边正好是铁轨，又被火车给带了一下，车辆彻底失控，撞上路边的汽车，导致起火，最终才落了这副模样。而这辆车里一共坐了4人，前排2位老哥被抓，后排的2位老哥趁乱带着所有的行李逃离，出动了飞机也没能找到他们的下落。这位七星大佬22岁，名叫大卫罗伯，来自密歇根州，在他的身上有着逃离警察的前科，果真是不知道要挨多少打才能成全。而这一次他也只是被指控了逃离警察一样罪名，想必像这样下去，要不了多久又会诞生一位8星大佬。虽说这一次最后栽在了 NPC 手上，但老哥的技术却是毋庸置疑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